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要带你们来看一辆我之前差一点点买的车也就是在我买我的 Satria Neo 之前呢，我就一直很想要买一辆双门的小车。那时候就有看了很多，好像 Satria GTI、Satria Neo、Honda EK， 哇，那个太贵了。EG 比较便宜一点点，可是太旧了。当然，在我的购物车的 list 里面呢，也有一辆又不是很旧，然后价钱也不是很贵，外形看起来又很好看，很有跑车 look 的一款 Honda 小车，没有错，就是身边的这一辆 Honda CRZ。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涂装就是那个 Spoon 的那个汤匙涂装。这一辆车为什么之前我会看上它呢？首先它的价钱真的不是很贵。如果你们现在要买这一款车的话啦，年份在2012、2013这样子的话，价钱都在5万块里面。当然，最好要买这一款车就买手排啦，比较好玩。毕竟它的 Auto 版呢是一个 CVT 压箱如果买这一款车买 CVT 呢，我就觉得是那么的有一点点浪费啦。除非你是有打算要换 engine 这个可以下 K 系列 engine 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台车你们不要看它好像整个赛道涂装，其实它还是一辆 stock car。那我们今天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一辆车开在路上，跟我的 Satria Neo 比起来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来跟大家一一揭晓啦 ！Let's go！照惯例，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一辆车的外观了。这一台车呢，车主他买来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的前车主呢，就已经把这辆车加上了 skirting， 然后彩妆方面是弄成了这个黄色、蓝色的 Spoon 涂装。当然，车上还有很多 sticker， 很多号码，看起来这个战斗气息一下就起来了。Sport Rim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五角星的 Inkai 的 Sport Rim Design， 是不是正品我就不知道。轮胎方面跟我的 BRZ 一样用的都是 Continental 的 MC6 那一部影片如果你们没有看到的话，都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的链接过去看一下。OK，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是一个双门小跑车的设计如果是要讲载人的话，这辆车的后座真的超级小。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车尾。其实这一台 CRZ 我个人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车尾啦，我觉得整个 design 就有一点怪怪这样子尤其是这个很大的三角形尾灯。当年的 Hybrid 车都很喜欢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同样的一个设计语言 ，Prius、CRZ、Insight、Ioniq 都是这样子的 design， 后面就是平平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有那个空气动力学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省油，还是什么的？我不确定然后我们蹲下来 bumper 这一边可以看到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 exhaust。排气筒看到吗？我的拳头直接就是可以放进去然后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扰流板，在前方这边还有一个拉车环。要体验跑 track day 的话啦，我建议大家要把这个拉车钩安装上去。这个车灯的部分呢，当年我看到这个车灯的 design， 我就觉得跟 Proton Preve 是好像一模一样的那个设计。下面就是一排 LED 灯但是好像其实不是 DRL 来的，它就是一排下雨灯，就是小灯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辆车的 interior 它的这个门把手很可爱是从后面这样拉的。这个设计跟什么车一样？好像是 Honda EG， 也是这样子的打开方式。哇，我们坐进来这一辆车的 interior，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外星飞船 design 的 dashboard 当然，这一台车的车主的前车主呢，已经在这个 dashboard 上面加了很多 meter 表啦。当然，这个 meter 3套件包括水温表、油温表还有油压表是少不了的啦。进入这辆车的 interior 呢，除了这些前车主安装好的 meter dashboard 上面的一些小 speaker我们映入眼帘的呢，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台车10年车龄所隐藏不了的一些岁月的痕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在 dashboard 上面看到一些霉斑然后这些痕迹呢，如果是你花一些小钱去做 wrapping， 或者可能你用什么清洁剂清理的话，是很大可能把它清除掉的啦。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对于这种老车来讲比较难解决的，就是
车上会有一股旧车的味道。不管是开什么车，只要你在马来西亚，你的车不是新车，没有新车味道了，就会有一些旧车的味道。没有办法嘞，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啊是一个热带雨林国家，常年都是雨季，一个礼拜下雨超过4天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看我们的鞋如果沾到雨水，上下车啊，椅子沾到雨水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个味道。那个味道不是普通的臭味哦，而是由霉菌产生出来的味道。你想象一下，你驾一辆那么帅气这样靓仔的 CRZ 啊，结果你去仙的女生一上车嗅到。为什么味道怪怪的、臭臭的？那感觉就不太好啦。这样要讲解决这个问题呢？通常我们就会去买那个汽车香水啊、香精啊，那个东西不是不好啦，它是很香啦。但是你想象一下，你的车上有一股霉味，再加上一个香精的味道，这样它 combine mix 在一起啊，很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怪味啊。那我个人的解决方案呢，就是使用这个来自 DPI 的 Bacti X 啊，这一个小小罐的东西啊，你只需要把它按下去放在你的车上，让 aircon 走动。它不只是一个芳香作用罢了，它里面的这个 ingredients 还会杀菌啊，就是杀掉你车里面的那些潮湿产生的霉菌，那些霉味没有了过后呢，你的车的 interior 呢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新的感觉啦。当然，经过实验证实哦 ，DPI 的这个 Bacti X 呢，它不只可以杀掉霉菌罢了啊，它还可以杀掉 COVID。那些长期驾 Grab 啊、驾 Taxi 啊、出租车的朋友呢，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DPI 的 Bacti X 哦，为你们的车内杀菌，顺便还可以消除一些乘客的臭汗味啊、买鱼买肉的那些味道啊，全部都可以帮你解决掉。我们也不需要花大钱去那些 auto detailing， 让他们在我们的车里面做那个什么除菌杀菌的动作，只要买这个 DPI 的 Bacti X 呢，你们在家就可以自己 DIY 为你的车内进行清洁、杀菌，还有消除异味的动作了啦。那要怎样购买呢？非常简单，今天你们看到这一部影片过后呢，为期7天的限时优惠哦，在我的影片下方的 description 那边有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呢，你们就可以用折扣18%的优惠价购买到这个来自 DPI 的 Bacti X， 而且只有通过我这一部影片购买啊，还可以获得价值3块钱的免邮 voucher 啊！大家不要再等了，为了可以先到你心仪的对象，还有为了你家人的这个空气清新啊，赶快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或者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这个 DPI Bacti X 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OK， 讲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dashboard， 摸起来感觉像是软材质，可是又好像不是啊，虽然它不是那种什么 LCD 的屏幕啦，但是你整个看过去啊，就是觉得哇，这个 design 可以啊，放在2022年还是看起来不会过时啊。OK， 椅子方面呢是2张 half bucket seat， 目前这样子坐起来，感觉它的 support 是比 BRZ 少一点点，是偏软的。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啊是这辆车的后座到底能不能坐人啊？我们去后座看一下。OK， 如果我们要去后座呢，这种双门的车啊，打开车门过后，我比较喜欢看到的就是在前座的椅子旁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只要这样拉一下就可以把椅子往前推，就可以从这边爬过去后座。哇！但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后座的空间实在是有够小啊，我要把前座的椅子往前移先。OK， 现在我要坐来 CRZ 的后座了。哇！够力哦，看到吗？这个后座讲止坐人啊，完全没有头部支撑，还不用紧，我的头还要被这个后面的镜子顶到啊！如果我要这样子从 JB 坐到 KL 去的话，我到那边我的景象应该要包那个石膏了。哇，老魏，你看到吗？我的脚直接就是要这样打开，完全没有膝部空间，大腿支撑也完全没有，然后我的头，哇，我不懂要怎样摆，这样子吧。我们去看一下这台车的后厢空间。哇，老魏，出来的时候还要敲到一下。OK， 打开它的尾门是有一个电磁阀，这个尾箱空间我觉得可以啊，因为它的开口方式啊，有点像以前的 Vera Aerobac 这样子，整个镜子翻上来，也是有点像 Gen 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开口，很方便给你放东西进去啊。竟然有 spare tire， 但是是一个小尺寸的 spare tire 啦。然后我们把这个椅子翻下去，就可以有更大的储物空间了啊，这样子还差不多了。所以这台车只是2人车啦，你不要想要
拿来载人啊，好像我的 Satria Neo、我的 BRZ 要应急拿来载人的时候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辆 CRZ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看了整台车的外观跟内饰，我们现在就来上路试驾一下这一辆 Stock Engine， 也就是1500cc Hybrid 引擎的 CRZ 到底驾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们现在 Let's go。OK， 现在来到的就是试驾这一辆 Honda CRZ 的环节了。当然我自己一个人驾不爽，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陪我们一起试驾车了啦。然后为什么要找他一起试驾呢？因为他坐过我的 Satria Neo， 他也坐过我的 BRZ， 都是双门的这种车啦。这辆 CRZ 比较接近 Satria Neo 那个 category 啦，所以今天我们就拿它来跟 Satria Neo 做一个最直接的对比啊。当然坐进来呢，整体的感觉 feeling 啊，肯定质感是比较好啦。对对对对，东西比较 high quality 的。当年这辆车其实也没有卖很贵啊，当时候有那个 hybrid 的那个税务回扣，新车价当时候115千 ，Civic 都要贵过它。记得没有回扣过或者是180，就起很多，然后他们就不卖了。所以 hybrid 在当时候买的话真的是很划算。然后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要买二手的这款车啊，也是很划算，因为 hybrid 不吃香。对，很多人听到 hybrid 就先吓跑了。有一个都市传说啊，哇，换电池要10多千啊，20千啊。对，所以没有这回事。Honda 的这一套 IMA 呢，这个 Integrated Motor Assist 系统，它的电池啊，就算你回去 Honda 换，包工包料好像才4000多块。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都市传说出来，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你们要入手一台双门小钢炮，外形又要有一点很 sporty 的感觉，又不要国产车， Honda CRZ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啊 ，Honda CRZ 是整装进口的CBU 的。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到底 Honda 比较劲呢，还是我的 Proton Satria Neo 比较厉害啊？当然在开车之前，我们刚刚讲的整个 interior 就是比较有 build quality 啦，对，比较美啦。Satria Neo 就输了啦。再来，我们现在要启动这辆车，再看到这个 Gear Knob 6 Speed Manual， Satria Neo 又输了。然后其实刚刚我们是有体验了一小段这一辆车啦，这辆车目前还是属于一个 stock car 的情况，engine 是没有动过的，它只是外形看起来很有杀伤力，除了排气管，对啊，换了 muffler。然后我们来听一段它的声音。我是觉得这种沉沉的声音很好听，不会扰民。然后可能有人现在就会在想了 ，Hybrid 可以咩？会跑咩？这个 Hybrid 呢，它的马达不是用来驱动这辆车，它是 assist 罢了，就是当你的 engine 在驱动的时候，它的马达推你一把，借力一下啊。所以它的 Hybrid 不是那种你们所认知的，好像 Prius 啊、Corolla Cross 啊，不是，它不是那一种 Hybrid 啦。OK，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 Normal Mode 哦，它其实可以换3个 Mode。Eco、Normal 跟 Sport Mode， 现在试的是 Normal。OK， 我觉得它的动力不知道是不是这辆车的 Clutch 已经旧了，可能磨完了还是怎样。当我在换挡的时候，我感觉没有那个瞬间介入的那一种冲劲，咬的力度不够大。然后当我高转换挡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个推一下的感觉，好像我的 Satria Neo 就会咚撞一下的感觉啊，这个就没有那一种感觉了。动力方面呢，我这样加起来，我觉得我的 Satria Neo 比较有力。对，可能是 Normal Mode 的关系，我换一个 Sport Mode， 换这个 Mode 是非常方便哦，就在右手边这边按一下就可以了。换去 Sport Mode 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原厂 Honda 给你的 Throttle Controller。对，你按 Sport， 它给你多一点的油门，对啊，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罢了。它不是真正的一个好像 Golf R、Golf GTI 那一种，它真的是连 suspension 都给你调整。对啊，它不是哦，它只是让你的油门反应、油门的那个深度做到调整罢了。乘坐体验呢？你觉得怎样？可能因为我肥了，我觉得不够。我觉得它是比较软的，它的椅子很软，也有可能是因为旧了，它的 cushion weight 可能一方面我比较重，不过我也有感觉它比较软。
当然我不能拿它来跟我的 Satriano 做比较了，我 Satriano 直接是 full bucket， 对，我的 full bucket 是肯定是硬的，然后它的左右支撑还可以，它这边有领到。今天的这个拍摄角度，大家可能会看到有点不习惯了，因为这辆车真的没有地方给我粘我的 camera， 我粘大镜的话太斜了，它的镜子很斜 ，aerodynamic， 然后我比较觉得有一点点难接受的是断尾设计，就是这辆车它的尾巴屁股是直接直线断掉的，但是其实它是延续了当年的 CRX， 因为这辆是 CRX 的一个后续车款嘛，后面的 wheel 很差，看不到东西，这辆车只可以看前方 ，side mirror 是还 OK 啦，但是如果你要用中间的望后镜看后面的话，非常抱歉，这辆车的后面的视角非常的小。如果你们是习惯驾那种 MPV 啊、SUV 啊那种超大视角的车的话，你看到这个视角你应该很难接受。刚刚我们这样慢速行驶哦，电池是已经 charge 满了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试一下电池 charge 满的情况下，开启一个 Sport Mode， 那个动力辅助啊，到底有多明显啊？地板油门哦。觉得只可以讲它的力啊是线性上升，对，就是它不是突然这样一个上去的，它没有那种爆的感觉。操控方面，因为 Satriano 是驾习惯跑10磅嘛，所以我不清楚这一辆车如果下去10磅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车主他换了这个 adjustable suspension， 以目前的这种日常需求、城市使用来讲，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接受。它一点都不会有那种我的 Satriano 那种你那个太跳了。但是如果过一些碎震、一些小洞啊，你就可以察觉到哦，它是 adjustable suspension。OK 啦，今天的这一个 Honda CRZ 的影片大概就先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这辆车那时候没有买到是有一点点可惜啦，因为价钱一直在上。对，买 Satriano 之前就有一个马来车主想要把他的车放掉，他应该也是急用钱啦。我开他3万他都卖。可是后来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CRZ 车主，我们一起看了那辆车，我朋友讲那辆车有撞过啊什么的，后来我就没有买啦，我就选择买 Satriano 更便宜嘛，然后我可以把其他 balance 的钱拿来改车，所以算是一个不同的分支路线啊。如果当时候我买的是 CRZ， 我可能就没有那个机会去玩赛道了，因为又要更多的 cost 嘛，而且买了 CRZ 一定皮痒的 K 系列啦，又要换 engine 了啦，那颗 engine 就好几万了哎。对，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买 CRZ， 就没有花大钱改车，就买得起 BRZ。所以我现在拥有2台，一台拿来玩 track， 一台拿来街用，没有后悔药。但是只可以讲这辆车是一辆很好的车，很不错的车。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双门小钢炮，预算在5万块里面的话，赶紧去买一辆啦。是，手压车找不到，真的找不到了。而且 JDM 卖一辆少一辆，对，要好好珍惜，它的价钱一定会上的。对啦，就是这样子了啦。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